今天是周末，带着小伙伴来把车子做个检修和保养。这台车原来原地打方向的时候有异响，发现是皮带用错了，那个皮带原厂的没有那么宽，但是用的太宽了，就蹭齿轮旁边的这些零件，所以是说经常有异响，唧唧的。拆下来皮带以后，发现那个皮带都被磨得掉渣了，这就是 4S 干的事啊。所以说我们把皮带给换了，师傅订了3根皮带，发现只要换1根，又把那2根给退了。顺便检查了一下正时，又发现那个正时张紧轮有点不行了，又把那个正时给换了。这是我们换下来的张紧轮。顺便又换了个电瓶，原来的电瓶也没电了，旧电瓶在那里，换了个新的电瓶。新电瓶就是换上以后绿灯亮了，绿灯亮起。师傅，请教你一个问题，这个车举起来以后晃轮子，如果是左右晃起来有间隙的话，都是什么原因？晃一般很难按球头啊，基本上框掉了，或者是下摆臂啊。那如果是上下有框亮的？上下就减震上面那个有个顶胶。好的，感谢师傅回答啊。晃一晃，举一举，这边也是。如果是有框亮的话，说明这些东西就该换了。那一点框亮没有，也不偏磨，不吃胎。各位小伙伴们，要是把轮子举起来发现轮子有左右或者是上下偏磨，要知道是哪个零件坏了啊。包括是说轮子，如果是大家没有条件把它给弄起来检查的话，就看一看它是否吃胎。如果是发现轮子内侧或者外侧偏磨，基本上也是这些原因导致的。吃胎就是说这个轮胎的里边或者是外边花纹磨得比较深，这种现象就叫吃胎偏磨。发现了一个小朋友在玩啥游戏呢？这啥游戏 ？CS 是不是 ？CF 高手，太可爱了！刚才在玩王者，现在在玩 CF。一个王者荣耀玩到高级段位的小朋友。小姚，你晃一晃轮胎左右跟上下有没有间隙？有没有框亮？晃底下，从底下比较好。对，晃一没有，然后晃一晃上下看有没有框亮。对，往上抬，哎，没有是吧？对，那就行，说明底盘的橡胶件没事，还有球头。OK， 找我们的小伙伴现场演示一下。车是去年给他的，今年我们来正好今天周末做个保养。这个件如果是师傅这里拿的话，说比较贵，让我们小伙伴自己从网上订一套，然后拿过来给师傅这边换一下就行了。这样的话会省下一些钱。师傅也是相当给力啊。顺便检查一下刹车盘和刹车片。师傅是说没有问题，我们目测也没有问题，刹车盘也很厚，刹车片也很厚，底下的副车架也没有什么异常，元宝梁。减震也没有渗漏。车子整备完毕，师傅这边主动把胎压补到应有的胎压。
给力啊！我们没要求，师傅自己帮忙弄的，我们都忘了这事儿了。4个轮胎，1个轮胎都不落，全都检查并补充。需要补就补，不需要补的话就检查下一条。记住一下这个皮带现在的手感，这里。这个吗？对，如果说你下次摸的时候这里松了，就记得调一下，让它就是把这2个齿轮的间距给拉长就行了。如果它松了的话，你打方向打到底的时候，它会滋啦一声，会响。对，它目前装的很紧，它有可能会抻长，有可能不会抻长，因为它是个橡胶件嘛。对，就是这个原理。抻长了就调一下，不抻长就没事。但是它换的原厂件应该不会的。师傅，它的发动机机脚没看看老化不？没问题是吧？好的，没问题就好。保养完毕，带小伙伴过来洗洗车。哎呀，周末还真热呀，今天。